他在海南昌江盘踞了整整30年。他的皇室家族是电视剧《狂飙》里赵家兄弟的原型，哪怕高启强来了，给他做小弟的资格都没有。光是高官保护伞，他就有109个。他女人无数，却还喜欢抢别人的女人，看见美女直接拖到酒店就地正法。他开赌场、玩军火、当街杀人，垄断10几个行业，一人狂揽25亿，名下坐拥288套房产，豪车更是多到数不过来。在当地，他杀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他给手下发的月薪比当地公务员1年的工资还要多，只要跟着他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至于那些敢跟他作对的人，全家都得死。我的小孩子抱住我，说妈妈好痛，我流了很多血。就算扫黑除恶专案组设立举报点，也没有人敢去举报他。就算亲自上门寻找受害者，从他们这儿收获的也只有不信任的目光，以及一句等你们先抓了他再说吧。逼不得已，专案组只能选择炸掉他的标志性大楼，来告诉当地所有人他们彻查到底的决心。最后，因为他黑资产太多，无处安置，法院不得不通过网络拍卖方式才处理掉。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说的这位黑老大就是海南昌江黄宏发。2019年，海南昌江在1200名警察的包围中，一栋占地26000平方米的地标建筑揽金酒店，在一声巨响中被震成瓦砾。更意外的是，在此之后竟然掀起了为期半年的举报潮。这场潮流的中心正是揽金酒店的主人黄宏发。这黄宏发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他为何如此嚣张？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一切还得从他那个作恶多端的老爹黄应祥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黄应祥担任昌江建委建安组的组长，仗着手里握着实权，他一家几乎垄断了当地所有工程、房地产开发和建材等行业。当年因为对上司建设局局长不满意，就让人去把上司的腿给打断了，还威胁他们一家看到一次打一次。老爹当官横行霸道，黄氏5兄弟自然也是个个作风蛮横，逞强争霸。其中最心狠手辣的就是黄宏发。大哥黄宏儒曾任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二哥黄宏金和三哥黄宏波曾经在检察院工作，老四黄宏明和老五黄宏发是该团伙的主要领导者。1990年，黄家老四黄宏明因为看别人不顺眼，带着小弟当街打死1个人，重伤2个人，却未被司法机关处理。自此，黄氏家族在昌江恶名出现。跟他打架，那公安抓你不抓他，就不抓宏发的。那你就明白什么意思。黄氏家族凭借兄弟多、拳头硬，很快便吞并了当地的很多帮派。这些帮派的老大后来也都成为了黄氏犯罪集团的骨干，人称宏发帮。那个年代的话，基本上都是给王发他们挖解掉了嘛，全部都去跟王发他们干工了嘛。文海他们三条路帮在长江的时候是非常属于那种帮派之间的这个争斗，他们敢打敢杀。黄发身边也需要这些能冲的武将，所以说刚好文海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做些什么东西，就搞到这会就对上，开始慢慢的依赖于黄家赚钱，并且他也就帮着黄家当着这个黄发来充当。背靠大树又善于拉拢人的黄宏发，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对自己忠心的马仔。这些马仔靠着黄宏发背后的关系，在昌江可以说是为所欲为，横行霸道。那个马仔都是在公路里面拿那个刀，谁干的？拿那个刀这么长。随着手下马仔越来越多，黄宏发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赌博这一暴利行业，直接让老二黄宏金从外地购买了大量的赌博设备，然后以宏发典当行作为赌博起点，慢慢的又在昌江发展了30多家赌博场所，每天的涉赌资金更是高达100万元，也为黄家的发展壮大带来了第一桶金。不久之后，黄应祥安排在检察院工作的老三黄宏波管理赌场，作为家族企业来经营赌场。当时在昌江县开设赌场生意的还有姜桂山。为了垄断赌场生意，黄宏发便命令马仔教训姜桂山。但由于姜桂山时常不在昌江县，所以他的弟弟姜桂苏就成了报复对象。1995年3月22日中午，姜桂苏在茶庄喝茶时，突然冲进20-30个人，不由分说就冲他一通乱砍，将正在喝茶的姜桂苏砍成重伤，导致姜桂苏左眼彻底失明，全身27处刀伤。虽然他侥幸捡回一条命，但落得8级伤残。在姜桂苏被砍伤后，他的家人同样受到威胁。为了保命，姜家人舍弃了赌博生意，全家搬离了昌江。就在黄家以为彻底垄断了赌博行业之时，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在江贵苏被黄家砍伤4个月后，黄印祥与妻子在家中突然遭遇爆炸袭击，身受重伤。几个月后，管理赌场的老三黄洪波外出时被人炸死，就连与其一起同行的朋友也遭到了枪杀。这就是当年在昌江发生的2爆2抢案。虽然黄宏发认为这次暗杀很可能是江家为了报复一手策划的，但黄宏发叫手下马仔查了很久，可始终找不到证据，黄宏发只能作罢。不过此事也给了黄宏发极大的冲击，他也意识到要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他在自家的别墅周围建了2座房屋，一座叫小白楼，一座叫果园，里面住的全都是他的马仔，里面好吃好喝供着，甚至还找了专门的搏击教练给他们上课。一旦黄宏发有任何指令，他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集合上百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御林军。随着组织的不断壮大，黄宏发将自己的黑手伸向了各个行业，像铁矿、砂石场、酒吧、夜总会、地产开发、土建工程、农贸、生鲜、水果市场，哪怕是废品回收他们也不放过。据一位废品收购站老板回忆，黄宏发强制要求所有的废品都要卖给他指定的收购商，但收购的价格却只有市场价的1/10到2%。也有胆子大的把废品卖到外地，结果就是被活活打断了双腿。就这样，黄宏发靠着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方式，真正的成为了昌江县的土皇帝。当地百姓甚至不敢直呼其名。据一名昌江本地的网友发帖说，曾经就有人提到过黄宏发的名字，结果被他的马仔听到，直接把人打成了残废。甚至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想要发，找宏发，可见其影响力之深。黄宏发的罪行还远不止于此。2000年，昌江的鱼贩李丹花走进了黄宏发的视线，因为该鱼贩几乎垄断了昌江大半的渔业。为了将李丹花挤出市场，黄宏发不仅指使手下的马仔暴力打砸，甚至还将李丹花17岁的儿子谢生俊乱刀砍死。而谢生俊临死前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劝说母亲不要在昌江再做淡水鱼生意了。看着奄奄一息的谢生俊，作为母亲的李丹花心都要碎了，只能含泪答应着儿子。我错了，我妈妈是捡垃圾捡破烂人养的人大，我错了。可惜一切都太晚，这个17岁少年还是早早离开了人世。当年2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一个叫文海的人指使的，而动手砍人的一个叫陈江，一个叫刘亚兴。案发后第2天，陈江投案自首，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砍死人的刘亚兴，直到9年后，因为一起盗窃案才被海口警方抓获。一审刘亚兴被判死刑后，因其家属给了李丹花20多万的赔偿，原被害人李丹花出具了谅解书，最后3审改判刘亚兴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文海却一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因为李丹花根本不敢去告这个文海。就在他们4处上告期间，黄宏发找人给李丹花带话，称文海杀人不眨眼，如果你要继续去告，把你全家扔海里喂鱼都没人会知道。这彻底认清黄宏发有多可怕的李丹花，既害怕又伤心，只能带着一家被迫离开了昌江，再也没有回来过。有类似悲惨遭遇的还有一个叫做林海岛的年轻人，甚至比李丹花的儿子更加无辜。这一切还要从黄宏明的马仔赵成凡与黄宏发的手下李国春那天喝酒说起。2人因言语不合大打出手，赵成凡将李国春打伤住进了医院。黄宏发得知自己的马仔被打后，这老大的面子实属挂不住，于是命令手下文海与福征教训一下赵成凡。当天赵成凡正好和几个朋友在家喝茶，其中就有林海岛，双方人一碰面，立马就发生了械斗。林海岛还闹不清怎回事，就被黄宏发的马仔扑哧一声砍倒在地，当场死亡。讽刺的是，林海岛是现场唯一没有带武器，也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林海岛的父母悲痛欲绝，准备给儿子讨个说法。黄宏发得知后，就让手下冯平去和林海岛父母商谈私了的事情，最后用60万元赔偿款拿到了谅解书。事实上，林海岛父母一开始并不同意拿钱私了，但黄宏发警告他们，如果不同意，不只拿不到1分钱，而且你们仅剩的女儿也有生命危险。我不愿意私了你，他说你愿意也要愿意也行，不愿意也要不愿意也做，不愿意也要做。他讲的话你才算你讲的话不。当时负责这起案件是一名叫陈东的警察，为了帮黄宏发的马仔文海与福征脱罪，他改了笔录，还让马仔们当庭翻供，提供虚假证词。当然好处费他也没少收。
陈东先后14次收受黄宏发的好处费，共计522万元。这些受贿所得又被他放贷给黄宏发，不断的赚取利息。就这样利滚利，陈东共计获利1650万元。后来陈东还先后担任过昌江县公安局副局长、党委东方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还荣获过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黄宏发不但腐蚀官员做自己的保护伞，甚至花巨款造保护伞。黄宏发曾出资15万，把自己的心腹王中东由一名基层派出所所长升到了昌江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大到公安局长，小到数百名公职人员都收受过他的好处。对于那些实在不愿配合的公职人员，黄宏发会利用相关手段将其赶出昌江县。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黄宏发对下面的人无微不至，甚至成立了多家公司，专门给小弟发工资、交社保，大小节日、年终奖一样不少，待遇比公务员高出一大截。对于那些做出了卓越功绩的马仔，黄宏发直接是发放现金奖励，就连小孩读书都会安排去最好的学校。比如前面提到的文海和福征两人，出狱之后，黄宏发给了他们两人一人一辆豪车以及现金100万，作为他们愿意替黄宏发顶罪的奖励。就这样，黄宏发靠着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官商勾结的方式，让皇家资金越滚越多。在取得巨额黑金以后，黄宏发就开始成立公司洗白身份，随后就成立了红旗公司。而第一笔的铁矿生意就让红旗公司赚取了50万收益。然而黄宏发却不满足于这点蝇头小利，所以在2004年到2006年期间，黄宏发授意手下人员收买了相关公司的保安和过磅人员，在拉铁矿石的过程中采用多拉少计、多拉不计或者虚假登记等方式偷盗铁矿石。仅是偷盗海钢公司的铁矿石，红旗公司就在短短2年时间获利了高达2000万元。牵是1万吨，拉是5万吨出来，怎么会不赚钱？这收益还不包含红旗公司偷采和盗采的收益。之后，当地最大的水泥厂宣布破产，黄宏发与相关人员勾结，以低价竞拍到了水泥厂，成立集团公司，慢慢洗白家族企业。就这样，以黄宏发为首的黄氏家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暗中控制了昌江30多年的时间。更让人们害怕的是，黄宏发还非常好色，每天都会找不同的女子陪他，只要被他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逃出他的毒手。只要提到他的名号，当地百姓无不胆战心惊。黄宏发每天豪车接送，身边有好几个保镖护身，一副派头十足的样子。这天，黄宏发和一群小弟来到一家新开的5星级酒店，他听说这家酒店的老板背后有很硬的靠山，但他一点也不在乎。黄宏发听到这家店的东西很好吃，于是带着7、8个小弟浩浩荡荡地走了进来。店里的人看到他们的时候吓得大惊失色，甚至有些人提前结账走人。看到大家惧怕的眼神，黄宏发感到非常得意，不理会其他人，大摇大摆走到位置上坐下来。刚坐下不久，黄宏发的一个小弟指着其中一个角落的位置对他说道：“发哥，你看那边有一个小妞，长得真漂亮啊。”黄宏发顺着小弟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一个长发披肩的美丽女子在一人用餐。这个女子皮肤白皙，五官长得绝美，气质又非常好，没有说话，就像一幅很美的画卷，让人赏心悦目。这样的女人是黄宏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她的眼睛顿时亮了，眼神中露出一丝贪婪，不由自主地咽了下口水。黄宏发身边的小弟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领神会，立即谄媚地说道：“发哥，我去把她叫过来陪你。”黄宏发满意的点点头。小弟很快走到美女面前：“美人，我们发哥想跟你交个朋友，想请你过去喝杯酒。”这个美女叫李春燕，来这里旅游，想好好的享受一下美食，却被人打扰。她压住心里的烦躁，不理会对方，连头都没有抬一下，继续吃着美食。遭到李春燕的漠视，小弟的脸上挂不住了，表情变得凶狠：“你别敬酒，不吃罚酒。我们发哥是跟你交朋友，是给你面子，真是给你脸不要脸，到时别怪我们不客气。”李春燕蹙着眉，冷冷地看着眼前一副流氓打扮的男子，语气强硬起来：“什么发哥？我没听过，没空理你们这群小混混，给我滚开！”小弟没有见过像李春燕这样态度强硬的女子，他吓了一跳，灰溜溜地回到黄宏发身边，将刚刚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胡说一气。听到小弟的话，让黄宏发气得浑身发抖，眼神中带着杀气。他十分生气地一拍桌子叫道：“他妈的，居然有人不给我面子！老子倒想见识一下这个女人是什么角色！”
黄宏发向李春燕走过去，小弟跟在他身后走过去。李春燕看到有一群人向他走来，他的眼神中带着厌恶、不耐烦。他放下碗筷，想转身走开。黄宏发一下抓住李春燕的胳膊：“你终于知道害怕了。刚才骂老子的劲呢，现在想走晚了。”李春燕怎么挣扎都挣不脱，她大声说道：“你要干什么？”黄宏发脸上露出淫笑：“干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李春燕被黄宏发扛在肩上，强行塞入轿车里面。当车门关上后，他感到绝望，他不停地喊着救命，却无济于事。轿车停在黄宏发的别墅前，他一把将李春燕拖了出来，将她带进房间，扔在床上。李春燕看着一脸淫笑的黄宏发向他走来，他害怕的连连后退：“你不要过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动我的话，你会死无葬身之地。”黄宏发一心想将李春燕就地正法，哪里听得进他说什么？他嗤笑着回答：“我管你是谁，反正老子没放在眼里，今晚你是我的就对了。”直至2018年，中央展开了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后，不可一世的黄宏发才被拉下神坛。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组在接到关于黄宏发的举报后，海南省委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海南省委指定由琼海市公安局异地管辖，对以黄宏发和黄宏明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展秘密侦查，搜集了大量证据。2019年1月6日，在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海南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1210名警力，车辆300余辆，对黄宏发黑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头目黄宏发、父亲黄应祥、哥哥黄宏金以及团伙骨干吴文、冯婷、文海等200多名嫌疑人。警方在皇家保险柜里当场扣押人民币现金302万元，外币折合人民币38万元，豪华汽车218辆，管制刀具35把，枪支2把，冻结银行账户资金1.2亿元，股权金额2.08亿元，证券账户金额344.5万元，查封公司和个人名下的房产300多套，土地74宗，林地33宗，经初步估算，价值在15亿以上。即便如此，黄宏发还是一点儿也不慌张，也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警方抓他也没用，当地人肯定没胆子来作证。现实果然如他所料，本来设立举报点是希望从群众当中搜集证据，没想到收获的却只是一张张畏惧和不信任的目光。为了向民众表示彻查到底的决心，专案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炸掉黄宏发犯罪集团的标志性的违章建筑。这段炸楼的视频在电视上播放，在朋友圈被疯传，走入昌江当地的每个人的视野。群众终于相信这次对黄宏发是动真格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大家争先恐后的前来提供黄宏发作恶多端的证据。为了他，法院同时开了4个审判庭进行审理，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即便如此，法院还是用了整整1个星期才将所有的罪证审理完毕。随着黄氏家族的覆灭，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也不断被深挖。公职比较大的有昌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祥礼、昌江县原副县长周开东、昌江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黄洋、昌江县公安局的原3任局长陈晓明、麦鸿章、王雄进、党委陈东等。他们收受黄宏发行贿财物共计1500多万元。这起案件共计立案审查调查公职人员109人，移交司法机关26人。此案也创了6个前所未有：一是犯罪团伙存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二是涉案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三是罪行之多，前所未有；四是案情之复杂，前所未有；五是社会危害之严重，前所未有；六是涉案财产类型之多，前所未有。很多情节或那个事实，恐怕你都不是这个电视剧所能想象得到的。同时，我们也感慨，就是这个家族的这个马仔呀，这些成员呢，确实是相当的那个嚣张。2020年1月13日，海南省第1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宏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案进行公开审理。经法院查明，在30年时间内，黄宏发犯罪团伙共实施犯罪58起，涉嫌20项罪名，造成了2人死亡、3人重伤、13人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依法对本案作出了1审判决，被告人黄宏发已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20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父亲黄应祥、二哥黄宏金等187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以下不等的刑期。
保护伞陈晓明、麦鸿章、王雄进、党委陈东等7名被告人也被分别判处15年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黄宏发的四哥黄宏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且限制减刑。大哥黄鸿儒被依法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且提起公诉。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宏发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我手底下员工有1000多人，说我组织他们犯罪，领导他们黑社会，我是不认可的。我就参与了管理了赌场的钱，还有非法持有枪支。2020年3月11日，海南高院经过认真核查，最终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2020年7月30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宏发依法执行死刑。黄宏发终年48岁。至此，盘踞昌江30年的黄氏黑恶势力被彻底铲除。最后，由于他的资产太多了，政府完全没法安置这些财产。法院最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直播的方式进行全国拍卖处理，连续几天才把他的资产给处理掉。黄粱一梦半浮生，30年来尽虚妄，一朝梦断成破碎，人亡家破万事空。不知如果时间倒回30年，已经知道结果的黄宏发是否还会走同样的道路？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这种公然作恶30年的黑恶势力却能顺风顺水的步步壮大，其中自然离不开官场内蛀虫们的保护。这群垃圾吃着老百姓的饭，却砸着老百姓的碗；这群害虫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利，却替罪犯谋利。千刀万剐都难赎他们的深重罪孽，五马分尸都难解百姓的心头之恨。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